呢間鳥屋書店就好似 Apple Store 咁，由朝到晚都逼滿人，個個都話書店沒落，但佢哋就越開越多鋪頭。就算係一間連鎖店，但每間分店都有自己嘅個性 ，sell 緊唔同嘅生活理念。開店前仲會做埋 research， 為每個地區 customize 一間專屬鋪頭，都有 sell 流行文化嘅。哇 ，Pokemon 卡都有得玩添。呢度幾多？7條煙。有 sell 未來生活方式嘅，例如呢一個咧就係俾你企喺度小睡嘅一部機。咁我都休息下先，拜拜。仲 sell 埋體貼嘅一站式推介服務，由揀書入貨到推介你可以睇咩書。會每個禮拜都搞 podcast 嘅，係都好有心機。呢度連40年前嘅舊雜誌都揾到。哇！1977年嘅 Pop 牌，個經營模式成功到連鐵路公司都會邀請佢哋開鋪。喺市政府委託之下，將一間冇咩人去嘅圖書館改造成全國最靚嘅圖書館，救活個地區。今集由 Milk 主理嘅 Big Brand Theory 就帶大家行入呢間一路行得好前嘅鳥屋書店。喺帶大家行入唔同賣點嘅鳥屋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鳥屋成功背後一個好重要嘅人，佢叫做增田宗昭。讀經濟嘅佢本身就諗住一心做時裝設計師嘅，但發現有高田研三同三宅一生呢啲天才型設計師，就打消咗行入時裝界嘅念頭。雖然放棄咗時裝設計呢條路，但佢走咗入時裝品牌零屋度做。點知作為新人就被委派開發輕井澤嘅購物中心 Bell Commons。增田宗昭就提出咗佢生平第一個 proposal。誤打誤撞令佢有少少中意咗商業設施嘅規劃，促使咗佢喺1982年試下創業，喺大阪梅芳車站前面一棟大廈嘅5樓開咗一間日茶兼賣唱片嘅休閒娛樂店 Loft。1年之後，32歲嘅佢仲拎咗100萬yen喺大阪開發第一間鳥屋書店，賣唱片、賣影碟又賣書。40年前已經有複合模式呢個 concept， 行得好前啊！喺全日本書店數量一間間咁減少嘅時候，鳥屋竟然逆市擴充。代官山 T 西嘅鳥屋書店更加成為咗遊客一定去嘅地方。佢有幾特別，我哋遲啲會再講。咁因為代官山 T 西嘅成功咧，都真係帶動咗一啲人咧搭東急東環線去代官山站嘅。咁於是鐵路公司咧又再問鳥屋可唔可以喺第二個站度再起啦。於是佢哋就喺二子玉村站又開咗另外一間啦。咁鳥屋咧，因為每一間鋪頭個受眾都有啲唔同，咁所以佢哋開鋪之前有時會派下問卷，做下一啲詳細啲嘅調查，咁再 adjust 翻每間鋪頭賣啲咩啦。咁我哋而家咧就喺二子玉村嘅鳥屋家電，我哋睇入邊而家有啲咩賣啦。好，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度最歡迎嘅商品係咩？こちらが人気の電気針ブラシなんですけども、こちらを頭皮に当てていただくことで頭皮環境を整えていくものになります。なので女性でいうと頭皮の凝りむくみを取ることでこのリフトアップ引き上げっていう効果があります。なのであとはもう肩こりとか目の疲れとかにもすごく効果的です。我好需要啊！啱啱咧佢呢一部機咧可以令到你還原靚靚啦，嘅意思係有冇收到？咁二子玉村呢間鳥屋咧就係賣屋企嘅電器嘅，咁佢就有搜到一啲平時一定會用到噶啦，亦都有啲特別啲嘅喎，例如呢一部就係俾你企喺度小睡嘅一部機。佢咧其實呢一部機係俾人喺 office 度用嘅，等我試下先，覺得 OK 舒服喎。咁啊早唞啊大家，我休息下先，拜拜。點解會賣家電呢？增田社長有一年去紐約嘅第5大道 Apple Store， 佢見到嗰度明明只係賣幾款產品，但係逼爆人。佢再去咗擺咗近1000件家電嘅 Best Buy， 成間鋪頭就冷清清。佢意識到大家去 Apple Store 係為咗接觸 Apple 嘅世界，覺得嗰度可以改變佢哋嘅生活。而家電運用咗新科技嘅產物，換句話講，即係家電有可能改變生活。所以增田社長就決定由家電呢樣商品提出未來嘅生活方式。咁喺07年嘅時候咧，二子玉村嘅東邊就有一個再開發嘅計劃啦。咁呢度就變咗一個新嘅市鎮，咁所以好多新嘅家庭咧都會住入嚟嘅。所以咧，佢兒童繪本呢個 area 咧都係比其他分店係多好多。呢度就係啦，入面成個 corner 都係喎。
咁二子玉村呢間鋪頭咧就50% 係家電，50% 係書啦。哇！呢個係斟啤酒嘅地方，我斟杯飲下先。做嘢做得太辛苦咧，跟住就又點估到而家喺鳥屋仲有啤酒飲啊！我而家身處嘅係1999年開業嘅Shibuya Tsutaya。喺90年代，鳥屋就以加盟店嘅形式擴充，但嗰陣增田社長就意識到呢個模式好容易被淘汰，所以就揀咗喺結谷呢個人氣十字路口開間一棟式嘅鋪頭，賣書、DVD、唱片，再加間 coffee shop。但喺呢個串流平台嘅時代，咁樣嘅模式都好難繼續經營落去，所以佢哋趁住今年開業25週年嚟個大革新，推倒咗以前唱片鋪嘅格局。呢度依然揾到間咖啡店，但係樓上成個格局都變晒。尤其是呢個3、4樓咧，就係呢個 share lounge， 唔同 share lounge 咧個主題都有啲唔同。呢一層咧就係動漫嘅 figure。咁我哋睇下個 lounge 有咩食，有飯漢堡，有意粉，跟住有炸物啦，仲有餃子咁樣。其實個嘢食唔係重點，你望住先係重點。我而家咧就喺4樓嘅 share lounge， 一個位咧都有2個插座啦，同埋2個 Type C。跟住咧，我亦都發現咗另一樣嘢，就係咧每一個位嘅呢一邊有一個 QR code， 就可以直接掃樓下 Starbucks 嘅嘢飲。咁你嗌完之後咧，就會有人送上嚟你呢個位度俾你飲。精靈球，我哋而家突然之間嚟咗一個慈善啤王大賽，就係呢度係5樓咧，就係 Pokemon 主題嘅。原來咧可以叫 staff 咧同你一齊玩嘅喎，如果你 forever alone 嘅話，佢仲會咧配對一啲單獨過嚟玩嘅人，就 match 佢哋，咁就可以一齊玩啦。呢度幾多？7條煙。專門過嚟。為咗貼近而家嘅流行文化，佢哋仲同知名嘅角色品牌合作。呢度同你認知嘅書店應該好唔同，因為賣書唔係鳥屋嘅唯一目標，佢哋係想做到提供一種理想嘅生活選擇。點樣理想法呢？鳥屋就喺代官山建立咗一個理想嘅小社區。咁啊，增田社長咧以前成日都坐喺呢一度對面嘅一間 coffee shop 度諗下偈、度下橋咁樣啦。咁有一日咧，佢就見到對面有咁大塊空地喎，咁佢就想喺六本木嗰間鋪頭之後，可能可以喺呢度有啲嘢搞。咁於是咧，佢就接觸個地主啦。咁但係原來咧，好多人揾過個地主，前後有成73間公司揾過佢，佢都拒絕唔賣嘅。咁但係增田社長咧就用咗2年時間去說服對方，最終咧就買到呢塊地啦。咁所以先有而家代官山嘅 T 勢嘅。點解你可以喺呢個位嘅？ここは理由がありますか？そうですね。代官山っていう名前ってお代官様って言われた昔のお殿様たちが住んでいたすごく昔ながらのとてもいい場所。だから場所としてすごく洗練されている場所で、この代官山蔦屋書店ができる前までは本當に何もない。的確，因為呢度代官山嘅人流出現咗明顯嘅變化。即使住喺唔同地區嘅日本人都會慕名而嚟。呢位男仔就唔係住喺東京，就係為咗代官山 T 西專登嚟嘅。で気分転換にここには立ち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はい。多數嚟做咩咧喺度？本を見には来るんですけど、あとはここの周りの景色とかがすごい綺麗なんで、気分転換にちょっと散歩がてら来てます。鳥屋嘅設計理念係希望自己唔係一般連鎖嘅格局，路過淨係會 stop by 嘅地方，而係一個專登會去嘅目的地，舒服到令人可以留一整日。你哋設計書店嘅時候咧，有冇啲咩特別嘅審美準則？木があって窓から光が入ってきて、このね東京の真ん中だけでもこんなに大きな木があるとすごく自然なすがすがしい気持ちに。T スタイヤの T でここの壁がT になってる。呢度就係 share lounge 啦，望出去就係樹，同埋今日天氣好好，好舒服。我仲留意到一啲幾正嘅嘢，呢度係可以免費俾你借 monitor 嘅，咁你就可以攞個大嘅 mon 吉喺度，然後用自己嘅 laptop 做嘢。哇，好美麗啊！
咁呢度係可以揾到一啲 vintage 嘅舊雜誌，例如咧，我哋係可以揾到，哇，1977年嘅 Pop 牌，呢個係1970年嘅雜誌，當時仲要只係80yen。喺書店邊睇書邊 chill 住飲咖啡，呢種自然不過嘅生活模式，原來係2003年鳥屋喺六本木店帶起嘅。當初唔少人認為啲人睇完書就會走，結果係書嘅盈利有所增長。コーヒーの香りが漂いながら居心地のいい空間でゆっくり本を楽しめる。其實你擔唔擔心啲人淨係過嚟睇書，所以成本睇晒我唔買喎？その本だけ読まれるお客様がいらっしゃっても全然問題ないですし、どちらかというとその蔦屋書店というのはその提案型のお店を作るということをテーマにしていますので、やっぱりこうお店に来た時に本以外のいろんなものも売っているんですね。例えば食のコーナーに行くとそのお料理に関する食に関する本と合わせて食器ですとか、食べ物です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も一緒に販売をしておりますので、なので全体的にその楽しんでいただいて購入を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鳥屋覺得無論係電影、音樂定係手中呢本書，都係提出緊一套生活態度。鳥屋將佢哋分類，再搭配相關嘅商品，去提出唔同嘅生活提案，就係佢特別嘅地方。咁其實一般日本書店買嘅書咧，都係出版社或者批發商佢哋發行啲咩俾佢哋就會買啲咩㗎啦。咁其實都幾被動嘅。咁但係鳥屋呢度特別嘅地方咧，就係佢哋有一個 department 叫做 concierge， 咁就會喺呢個框架以外咧，再採購一啲例如外國嘅書或者一啲 vintage 嘅書落嚟賣嘅。咁佢哋而家呢個 department 大概有20個人左右嘅喎。コンシェルジュはそもそも自分の担当の棚がありまして、こういった本の品揃え全てを担っていることと、それからその本にまつわるイベントですとか。咁啲書點揀嘅呢？咁除咗係佢自己中意嘅書之外呢，其實由淺入深都有嘅。例如我而家就喺呢個哲學書嘅區域啦，咁佢由一啲經典嘅哲學家到一啲現代嘅思想家咧，都會有嘅啲書。呢一本咧，仲有佢自己寫嘅推介添。咁佢哋為咗令更加多人去睇呢一啲書咧，仲會每個禮拜都搞 podcast 嘅，係都好有心機。好きを伝える仕事です。咁呢一度咧，仲放咗2個主題推介嘅書架，每3個月咧就換一次㗎啦。咁佢間唔中仲會搞啲 event 啦，然後邀請啲嘉賓咧一齊嚟傾下啲 idea 咁樣。邊啲書擺到靚位？邊啲書擺最高？人によって違うとは思うんですが、私は背が低いので比較的目線よりも下のものは手に取りやすい、読みやすいもの。割と上にあるものは目的があって買いに来る人があったらいいなって思うものを置いています。咁鳥屋咧，除咗影響到附近呢一帶嘅環境之外咧，其實本身呢度入面咧已經好似一個小社區咁噶啦。例如呢一度就係一間 bakery 啦，跟住有幾間 coffee shop 啦，然後呢一個位仲有單車鋪頭同埋賣寵物用品嘅地方，同埋咧呢個範圍入面咧有好多唔同嘅小路徑連住，係可以散步嘅。明明實體書店越嚟越少，但係鳥屋堅持開鋪。增田社長就話，好似 Apple 開 Apple Store 嘅原理一樣，單開發電腦唔會有品牌效應，有實體店直接面對啲客人，先至可以傳達到品牌嘅理念。佢哋每間鋪都有一個主題，而銀座呢間鋪又有咩特別呢？戰後日本出現咗大量嘅藝術畫廊。到咗泡沫經濟時期，銀座就揾到成超過300間，到而家都有成差唔多250間咁多。當中仲揾到日本現存最古老嘅美術館資生堂藝廊。所以鳥屋呢間鋪就以日本文化同埋藝術為主題，仲發展咗 CCC Art Lab 呢個部門，發掘日本同埋海外嘅藝術家。その他にも、アジアで、開催されているアートフェスにも、積極的に、參加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由書店、商業設施到家電鋪，鳥屋其實仲落手改變咗圖書館嘅形態。
2013年佐賀縣武雄市市長就請咗增田社長翻新同埋營運當地一間圖書館，借書之外仲有得買咖啡飲，將本身得20%人民用緊嘅圖書館變成被譽為全國最靚嘅圖書館。喺1年幾之後，吸引咗近100萬人到訪，人次上升咗成2.6倍啊！進一步開拓咗文化基礎建設嘅版圖。やっぱり本から得られる知識とか自分が知らないことに出会えるものの一つが本だと思っています。雖然佢而家開宗明義話自己唔係一間賣書嘅書店，但佢哋由第一間鋪到而家一路相信緊書本嘅價值。